去南极拍摄听起来挺刺激的啊，风光、野生动物、人文，那不得把能背的器材全都背上吗？那您真是想太多了。南极的天气呢，会给人上一课的。需要带什么样的设备，配什么样的镜头，能不能飞无人机？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首先说啊，去南极并不冷。南极旅行是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这段时间呢是南极半岛的夏季，也就是三伏天。去南极其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低温，而是两件事。第一呢就是稳定性，在这种大风大雪，甚至冲锋顶上随时会有浪打过来的时候，你舍不舍得把相机拿出来使用？第二一点就是相机加上7七8八的附件，操作方便不方便？现在的南极因为禽流感的原因，所以是严格控制登陆。除了脚以外，其他地方是不能接触地面了。如果你要是脚架沾了地面，要全面消毒，不能像以前一样啊，到了岸上摄影包往地上一摊，想用啥就掏什么来用。现在呢，都是什么都得拿手拎着用，这种感觉有种骑自行车边打游戏的这个感觉。跟大家看我这次带了什么啊？400扔在角落，脚架，然后这双鞋是我们上岸用的鞋。因为这个背包是背开式的，所以它是最能装东西的了。然后呢，笔记本电脑还是跟了我好几年的这个 MacBook， 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考数据，不会在路上去剪辑的。哎，你看，在外边，这是我们的这个看出去的画面，已经能看见有冰山了，看见没有？远处那个小点儿。冰山，这次呢就简简单单带了一个索尼的 S3，然后带了一个如影的稳定器，上面装了一个85的定焦的镜头，Batis 25，然后呢还有我这支万能的24105哈苏907。拍这个视频的时候，这机器还没有发布，所以只能先把它贴起来。然后我现在带着运动相机就是 Ace Pro， 然后带了一个罗德的 Wireless Pro， 然后 Ace Pro 呢还带了一个背机，说实话还是带2个背机，另外一个背机还在拍延迟啊。这就是我来南极所有带的设备，因为我这是第4次去啊，所以总想拍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是第1次去啊，所以我觉得主力镜头24-105配一个100-400。如果你要是拍视频的话，稳定器加上28-200这个镜头真的是太舒服了。Yep。要转身没？给你讲个笑话啊！以前有个观众私信我说：“哎，大王老师，去南极带什么镜头？”哎，我说100-400应当最合适。他说懂了，那我马上去买一个200-600。长焦镜头其实真的不是越长越好。我这次给400定带的1.4倍和2倍增距镜，几乎是没用上，因为超过400你就会觉得太长了。我有一次是拍巢穴里的企鹅，其实南极的野生动物它完全不怕人，所以拍摄的距离呢也就是5米左右。我和那个背着600的同学找到了一个好位置，我们俩并排，架好镜头开始拍。拍了一会儿之后看，哎，我旁边这哥们儿搬着脚架开始往后挪，在我身后大概2-3米的地方又重新支起来，又开始拍。我一问怎么回事，原来600定的最近距离是7米对焦，离企鹅太近了。400定怎么说呢？这是一个让你一脚天堂一脚地狱的玩意儿。400定的优点它是极其的突出，第一就是对焦精准，而且是奇快、超快，特别的快。在南极无论什么样的这个天气环境，只要你能取景器能框上它，那对焦基本上精确就能对上。二一个呢就是画质确实是顶，光圈直接无脑，全程开2.8，张数毛。收光圈呢只是为了控制这个景深而已，这用起来真是爽翻天。但是400定它使用的过程那真是很地狱啊！你想在路上走的时候，塞在行李架箱里怕给压坏了，只能亲自背着。脚架呢还不能不带，但是真正带了呢，脚架呢也不一定有法用。你看在南极的时候，地上都是雪，还有石头，还有企鹅屎。
越稳的脚架越重，越重脚架呢，你地面就越难找到这个能够支脚架的地方，这个痛苦的程度是这个螺旋上升的。好，在船上拍鸟、拍鲸鱼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没法用脚架，因为船一直在晃，而且船的甲板还有从发动机包括人走路过来的这个震动，还不如用手持肉身带这种减震来的稳定。400定呢，视野大概是8倍的望远镜，这从发现目标、狙击镜头到对焦取景一气呵成。这个难度绝对不会比你边走边拿着筷子在一个盘子里边加花生米这么简单。如果没有这种抬手就有的这个基本功，我觉得你400毫米再强悍的对焦，它也发挥不了作用。当然了，举着它在船上，走来走去，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这是另外一种快乐，咱们另说。其实这次拍摄的目的非常非常明确，所以设备的配置呢就非常的节制。S3 主攻拍摄视频，能够拍细致就拍细致。然后呢 ，Insta360 Ace Pro， 我这次呢是带了3台运动相机呢，用来记录全过程，尽可能是有啥就拍啥。你看，一台是接无线麦克风拍 vlog， 拍我所见到的东西；一台是常年挂在这个船外拍这个岩石，还有一台呢是放在这个朝长的岩塘杆里边或者卡具上拍一些特殊的视角，比如水下的视角啊，或者天空的视角。3台 Insta360 Ace Pro 贡献了我多半的一个素材。照片呢不是这次此行的主要目的，所以中画幅的哈苏907让它慢慢拍。南极的光线它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如果你用杜比世界和 HDR 领略到夕阳下这个闪闪发光的冰山，还有像雪山那个雪地上反射了耀眼那个光线的话，您可以弹幕走起来，在上期节目里边您可以看一眼。以后关于做 HDR 这视频的时候呢，我在后边专门放一期讲。我们在南极半岛一共是7天，大概是100多个小时。半岛的景象呢，真是我觉得每1分钟都不想浪费。运动相机这绝对是必备。Vlog 可以不拍，但是延时不能没有。内容不够，延时凑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延时是获得最简单的、最直观的观感上，最容易形成刺激的这个拍摄的手段。把相机架好了，你放这儿拍就行了。我们这次呢是分成大延时和小延时。小延时呢就是不用外接电池，依靠360 Ace Pro 自带那块电池。一条最长大概能够拍2个小时，像什么云起云落啊，像什么这个人行车走、企鹅搬家什么的，它的电池续航足够拍几个这个延时。大延时就是持续时间2个小时以上，像拍什么日出日落，甚至整日整夜的。南极的夏天日出日落的过程呢，因为比较长，从夕阳西下一直到夜色初上，动辄就是3-4个小时。接上一个大概8000毫安的这个充电宝，至少可以拍8到12个小时。我其实也好奇南极1天下来它的光线和色温的变化，所以我就拍了一个1整天的延时。Ace Pro 可以在自动曝光的时候呢，手动设定或是锁定白平衡。就这样呢，我看到了南极半岛这种接近极昼的环境，自然光一晚上的变化的过程。Insta360 Ace Pro 我觉得就是为了拍摄延时而生的啊！只要你头天设定好开机的时间，然后您就关机安心睡觉就行了。早上到了点儿，它就会自动开机，然后按照你设定好的时长或者格式来进行拍摄。如果拍摄那种运动延时的时候呢，就是走着或者行船过程中那种自动稳定的画面，您不用自己提前预判说它拍摄的这个速率。它会根据场景的变化速度自动调整拍摄的速率，这事儿是特别的省心。拍摄延时时呢，您肯定是不希望有别人走进你的画面，所以相机呢肯定要放在一个特别不好触及的一个角落里边。这时候呢，翻转液晶屏就对取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低角度或者是说把它这个翻转过来拍照的时候呢，能够舒服的清楚看到你拍摄的构图。Ace Pro 这些规格表上看不到的细节呢，让我坚持认为它是我用过综合性能最好的旅行运动相机，没有之一。至于画质呢，
画面看起来好不好，这个您自己看。这是一个综合因素的结果，它包括了很多因素，包括像什么成像元件、光学的设计、算法，甚至是操作逻辑等所有的一些因素综合下来，最终落到您屏幕上的观感。来自于 Insta360S Pro 这点1.3英寸大底的动态范围，还有这个出色的暗光表现。因为南极这里拍摄环境基本上是晴天、阴天，它经常的变化，而且是晴天的时候光比特别大，到了阴天的反差的时候呢，又变得极低。所以呢，这两种天气它在曝光和白平衡时候变化范围特别大。S Pro 我是全程放在自动挡拍摄的，它的自动白平衡和曝光的动态响应非常的及时和准确，所以呢，这一路其实让我拍摄操心的设备已经非常多了，所以运动相机肯定是越省事儿越好。谁都经历过运动相机本身不大，但是附件要带一大口袋的情况。去南极带什么样的运动相机附件，我这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这是我的真实的经验。这次呢，我是特别对于附件的重量和体积和它实现的性能要专门做的优化了。所以这次的附件呢，主要就是3个。第一个呢就是磁吸的吸盘，第二一个呢就是 GoPro 的万能夹，第三一个呢就是它自己的3米的延长带。先做个延时吧。磁吸的吸盘是 PGY 专门给运动相机做的这种大力的磁吸。因为船就是一个大铁壳子呀，所以你到处都能给吸上。把它放在船的船舷外边，迎接这个狂躁的西风带啊，这个牢固程度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您看到的大多数的延时画面，90%都是架着它来拍的。Insta360 3米的碳纤维的自拍杆，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附件。运动相机放在上面呢，您可以模拟 FPV。S Pro 本身呢，它有非常好的增强的稳定性效果就很棒，再加上自拍杆它的弹性，它还能自动稳定这个 Z 轴，在那么颠簸的这个冲锋艇上，这画面都是稳如狗。不好意思，在 Insta360的地盘上聊友商的附件啊，但是 GoPro 家的万能家具它真的是好用。首先它就是一个夹子，底座呢能360度的转动，然后下边还有一块小的磁铁，能夹又能吸。我觉得这个夹子带着运动相机，就是在测试我放运动相机的想象力，还有它的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你看，夹在背包上可以实现拍第一视角，夹在镜头的遮光罩上，我拎着这个400命上蹿下跳。它还可以吸在船体上，然后夹在这个帽子上，或者是夹在同伴的衣服上。我给你看一段我们在皮划艇上拍摄的画面。大家似乎都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翻船。老师知道要翻，所以带了这个。我整个人都可以掉在水里。这个相机不能掉哦，人可以掉的。人可以掉，相机不能掉。哇，这个视角就超棒了！哇，现在已经到了一块冰面了，你听冰冰梆梆的声音。在这个都是浮冰里的地方，来，随便捞起一块来，南极冰棍儿。想知道什么味道吗？冰是淡的。来，这是 come around。你看我前面有大片浮冰没有？我把它放在水下，大家看一眼。大马猫本环球堡东一角西一角，现在是在我这辈子去的最南边的地方，南纬66度，南极半岛，跟大家展示这次最漂亮的经历。
Awesome！ 对了，采风摄影2024年12月份的南极摄影团还有专门的皮划艇和露营活动，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欢迎一起来玩。在收音方面啊，收音，拍摄动物特写的时候还是森海的 MK1440，我没有带更专业的收音设备。周边其实其他的这个客人的声音、冲锋艇啊，包括游轮上它不间断的这个轰轰的这个发动机的噪音，它是一直不间断的。所以我即使带了更专业的收音设备也无济于事。所以呢 ，MK1440这支机顶的麦克风，它是体积和性能比最好的。我还带了一套罗德的 Wireless Pro。机顶麦克风在南极做旅行 vlog 的时候呢，收音它并不完美，因为就这么一臂的臂展的距离，风声呢有时候会把我说话的声音吃掉，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无线的麦克风贴着嘴来进行收音。所以我用罗德的 Wireless Pro 连接 Insta360能的 S Pro 运动相机，然后呢把这个咪头上套上防风罩，往我领子外边这么一别，收音的距离刚刚好。而且呢，新的咪头它是冲外的，而不像传统一样是一直冲上的。所以呢，在讲话的时候稍稍扬一点头，低一点头，转一下头，收音的区别并不大。他们在这儿有绝对的权利，他只要一下来，我就得让路，然后什么也不看，看不见，我猜着拍呢。而且这种冲外的咪头呢，还能受一些不喧宾夺主的环境音。现在开着里边往回走，太冷了，冻得手都僵了。有一些细节啊，就是它的发射咪头有锁，不怕物理断连，加上 S Pro 它的屏幕可以随时监视这个录音的电瓶，所以这路呢收音基本上都没出过任何差错。但是风是真的大呀，真的大。整个那个画面里边就一直在高频的抖动，就是接收端是有自动开机的功能，相机开机无线才开机，相机关机无线自动接收机就关，所以电池的效率可以最大化。第二一个呢，就是它是1拖2，两个发射器我可以轮着用，正好可以坚持一整天。说到无人机呢，如果你要是想在南极做航拍，除了你要有飞行的执照以外，还要做专门的拍摄的申请。南极的这个旅行的组织呢，还要审查你所有的这个拍摄的资质，还有担保等等等等。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呢，这一轮申请下来，成功几率几乎等于0，几乎等于不能飞。这部片子的航拍画面呢，要感谢同船的同行，我也给他一些稳定器和长焦的画面，作为摄影师之间的这个交换，大家都挺开心的。没法飞无人机，那就得想想办法，比如说用这种超长的自拍杆啊，或者是模拟这个水面贴地飞行的感觉，乍一看呢还挺像的。这次南极之行有什么遗憾吗？有3大遗憾：没看见帝企鹅，没看见蓝鲸，没看到外星人下崽儿。开玩笑，如果你要在南极看到这些东西，那你就直接可以升天了。其实来南极拍摄要带什么设备呢？挺风险由人的。如果你有预算呢，就有奢华的玩法；不想花太多钱呢，只揣一部手机也能刷爆朋友圈。我们这次呢，反正是满载而归，团友们基本上包揽了船上的摄影比赛、风光类、鸟类还有动物类门类的1等奖。而且，同行的这个老范同学还得到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画面，就是满月下的企鹅。这场景你好好想过一眼，月亮加企鹅，是不是没人见过？我们在南极半岛那天碰巧是满月，因为1年之内只有这么几天的窗口期，而且还碰巧那天是露营，我们在固定的陆地上，而且还碰巧那天是一个晴天。这3个1%的因素叠加在一起，那几乎就是100万甚至1000万的几率。老范同学这张照片拍的真是太不容易了，他是露营那天唯一一个从温暖的睡袋里边爬出来去拍照的人。那我呢，就是躲在被窝里边闻了一宿的这个企鹅屎味儿。老天爷确实是公平，谁能起得来，谁就能得到好照片。采风摄影团跟别人以拍好照片为唯一目的的这种老法师团不太一样，我们团员之间其实是从来不抢机位，而且是特别谦让，特别的互相鼓励。谁拍到什么好看的照片，一招呼，都打开 AirDrop 啊，什么你的我的，对不对？拍到好看的照片就大家一起高兴，这样多好玩。我也是有感而发吧，凑一个对联，上联叫天道酬勤，下联 AirDrop。
谁能给凑一个横批？其实啊，热爱器材没问题，拍的不好也没问题。我只是觉得您的器材只要能配得上您对于摄影的热情就行。这段旅行呢，太值得留下回忆了，所以这部片子呢，甭管有没有人看，我就自己当这个日记了。好了，如果您对南极旅行摄影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在评论下边给我留言。我觉得吹个牛逼的话，应当没有太多人比我更有经验了吧？好吧，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毛猫本，咱们下期再见。